拨开迷雾，少走弯路，带你进入最 top 的收藏圈。大家好，我是翟建民。央视国家宝藏第1期节目就推出清乾隆时期的各种釉彩大瓶，它集各种高温、低温釉彩于一身，素有“瓷母”之美称，集中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制瓷技艺。确实，它一亮相就让大家惊呆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网上吐槽声一片，说乾隆皇帝是农家乐审美。那么，在收藏圈对这些炫技类的瓷器又是怎么看的呢？慈母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？我73年第一次到故宫，我陪我妈回山东，73年我就去故宫看，当时就看到这个慈母，当然是稀里糊涂了，什么都不懂了。然后差不多1年去一次故宫，1年去一次故宫，每一次去都以为这一节烧的，这一块烧的，这一块烧的，这块烧的，这块烧的，然后这一块烧的，明白我意思吗？明白。是拼的嘛，因为它温度不同嘛，火候不同嘛，肯定是分很多次烧完了之后再贴，对不对？一直到2014年，又有一次出现，轰动全球。因为过去我们不知道是有一对的嘛，只知道故宫一次嘛。近距离的上手看这个慈母，16种材料。冬青釉高温，这种粉彩，低温。这个蓝釉是宝石蓝，是高温。这个仿乳釉高温，青花高温，仿鸽釉高温。这个松石绿低温，这个就是仿那个乳釉，这个是窑变，也是高温。当我近距离看的时候，全部除了青花，除了斗彩，全部是低温，全部是用低温颜色仿官、仿鸽、仿乳。这个不是窑变，远看以为是窑变，其实是胭脂红调教的颜色仿窑变。这个是冬青釉，就是低温，是粉彩调的。这个印花也是画的，非常精美。这件东西真的的确就是慈母，母亲的母，不可复制的。到今天，没有人能够解说，只有我大胆的说是什么有什么有什么，因为我近距离看到。集各种工艺之大成，不仅是匠心独运，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的确，清代的瓷器正是因为康、雍、乾3朝的社会经济繁荣，甚至雍正皇帝直接干预瓷器生产，致使瓷器进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。在这3朝，继承并发扬了明代传统的青花、五彩，并创新了绚丽多彩的粉彩、珐琅彩和古铜彩，还出现了多品种的单色釉，而镂雕、转景、转心的工艺技巧更达到了鬼斧神工的境地。康熙江斗红的8大马，不知道听过没有？它有铜锣喜、柳叶瓶、来复瓶、太白尊、苹果尊，还有一个盘龙的瓶。其实8大马呢，在康熙里边呢是没记载的，
只不过呢是常英选创烧了这个豇豆红，所以历朝历代对于豇豆红是一个很名贵的一个品种，而豇豆红它发色是非常非常难烧造那么鲜红的颜色，好像胭脂红这个颜色。因为这个红柚呢，它脾气很坏，稍微温度高，它就晕散、发黑。温度不够的话呢，不出颜色，灰蒙蒙的。所以能够烧到那么好呢，是非常非常难的。康熙晚期烧制鲜红柚时偶然发现的，也称桃花片、美人醉，因其色调淡雅宜人，造型清灵秀美而闻名于世。不见大气，一般高不过24厘米。康熙后失传，数量很少，极其珍贵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，2016年的时候，大都会处理一批，他们有双铜的，或者是已经有3件的，已经有4件的藏品，拿出来拍，500件类似，是很多碎的破的未烧死。那么这件是1875年，19世纪早期，美国的一个女藏家捐给大都会的，在大都会100多年。那么这件呢，精美程度、完整程度、颜色全部达到100分，180万美金。我觉得当时买就太便宜了。那为什么会买到那么便宜呢？我在分析啊，事后分析，这个应该是到400差不多美金，为什么会180啊？会买到了，刚好那天呢是8月15，中国的8月15，美国是白天，中国是半夜，好多人呢就休息了，或者是去玩了，所以有一个空间。这位是一位中国的一位藏家买到的啊，这个也是有时候买东西也是天时地利人和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以一个很合理的价钱买到啊。粉彩始创于康熙，前期制作较粗，仅在红花的花朵中运用胭脂红，其他色彩仍沿用五彩的制作。而雍正粉彩无论在造型、胎釉、彩绘方面有空前的发展，其色彩丰富有立体感，形象刻画生动细腻，给人以秀丽雅致的艺术效果，并取代五彩成为主流。好了，这个是一个雍正八陶的粉彩的瓶，这个相信大家知道吧？2002年的时候，我在纽约看到这个瓶，他是在纽约收到，这个是主管周倩，当时他去收其他的东西，他在那个书房里边发现一个台灯，就是这个瓶，台灯不是连着一个木托吗？他说当时他就发现这个是个好东西了，但是问题是有没有打洞，就不知道啊，因为外国人不是经常把瓶子打洞吗？他说在拆那个底的时候，哇，紧张啊！一个完整的跟一个打洞的就相差很远了嘛。而且我们中国的文物能够保存完整，那多重要啊，对不对？结果打开之后很开心，我都在，这我太太，我儿子，那个时候是肥仔啊，他在美国读书，这个我外甥，啊，一起庆祝这个瓶子是完整的。那么知道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呢？他是外交官，当时驻美国的，他是美国的一个外交官。那么问他主人也不知道，已经是第2代了，啊，但是呢，估计是宋美龄送的。
因为一件那么重要的一件器物，它从来没到过中国，你家里怎么会有一个那么个瓶子作为台灯呢？啊，宋美龄不是去美国跟美国总统罗斯福去要钱，肯定是会带一些东西嘛。那么这个肯定是通过他再去找这个美国总统的，所以这件东西就在他们的家里。我呢也是失之交臂，也是擦身而过，底价800万。那我就跟厂家商量，我说包佣金4000。应该能拿到了，包佣金4000，那就举到3600。结果呢，出了一个没有底价的买家，他那天就去喝咖啡，在罗卜张东县就领他妹妹去看看拍卖场，说有一只很漂亮的瓶，那好吧，喝完咖啡就去参加拍卖。结果就遇到他，多一口3700。其实我还可以加一口3800，3800就4200了，加10%嘛。那但是我跟厂家协商是不过4000包佣金，那就只能够放弃。哎，他作为捐赠给上海博物馆，那也是好事啊。那么当时呢，4000万这个瓶子，那么15年的一对碗，差不多8000万。那么这个瓶子现在比例是多少钱呢？应该是2个亿。珐琅彩是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，将铜胎画珐琅技法成功的移植到瓷胎上而创烧的彩瓷新品种，也称瓷胎画珐琅。由于材料较厚，有堆料凸起的感觉，这样就增强立体感。所用的白瓷器大部分是从景德镇成批烧好后送到北京，也有直接利用宫中旧存的脱胎填白瓷器。至于彩绘和烘烧的工序，都在清宫内务府的造办处内进行。珐琅彩属于极名贵的宫廷御用瓷，成品极少，大多是盘、碗、杯等小件器。到了乾隆时期，有完全仿西洋画意的画面，有些画面人物题材增多。这个小瓶呢，在1975年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伦敦的时候，我就摸过它，我就上过手。那当时75年，我还是在学徒当中，画那两只鸟真的很漂亮。我们不懂什么釉，也不懂什么叫珐琅彩，白纸一张啊，但是看是真的是太美了。这个就是75年的那个拍卖的记录，当时呢定位是 important 古月轩 ，important 就是重要的古月轩的一件器物。那当时我呢是上过手的只不过上手之后呢擦身而过，也没办法去举手。当时也可能口袋只有1500磅，1500万对我们来说就是身家性命财产都在口袋。去英国当时我们的师傅就凑个1000磅就能买差不多10箱的瓷器回来，10箱，10箱。当然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晚清的都不用看的，什么光绪的、道光的都不入我们的收集的范围之内的。英国是真的是很丰富的，而且英国可以说是占领这个中国的艺术品全球中国瓷器的中心，可以说占了50年左右。目前应该是在这个近那个20年，肯定是在香港。为什么我不说北京呢？北京也是这个中国艺术品的一个中心，但是目前它
不能代替香港。你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？主要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它的外汇管制，你能进不能出，能出不能进。香港呢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位置，它的 currency， 它的外汇是自由的。第二，古董进出口是不抽税的。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优点。内地主要它有关税、有增值税、有什么税，总共，比如说一件器物，你在国外买到，你回内地的时候，你要申报的话，34%。你买1个亿的东西要交上税3000多万，那这个是一个很模棱两可的一个事情，在国家来说，在文物局来说，现在还达不成一个共同点。那么我们国家是推广这个回流，支持文化推广，支持收藏，但是你这个关税你没法破，对吧？好了，跑远了哈，我们再回来回来珐琅彩品。我可以解说一下。这2个是锦鸡，锦鸡呢是鸟类动物当中最漂亮的色彩，特别是它的公那个鸟，它尾巴的颜色大概我们细看了一下，大概有30种颜色，30种，就不是这一个孔雀绿的或者是一个什么蓝什么颜色，非常非常的细腻，这个毛。在宋徽宗时候，徽宗皇帝就已经有画过锦鸡，所以表示历朝历代从宋代北宋开始，对于这个锦鸡的那个美，在宫廷里边就已经是非常的认可，一直到清宫。那么它这个颜色是一个珐琅的很浅颜色的一个浅绿。那么当时我们研究它的时候，这个颜色好像渐变它怎么画的？如果是用笔画的，它肯定是不那么均匀的，是不是？那么我当时就跟西方的一些学者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最后我们有个结论：上了这个彩之后，是用手来把它晕开的。没错，就是用手指来把它晕开的。这个当然是工笔了，这个也是胭脂红的珐琅材料，然后这个双耳也是珐琅彩，这个款式很难看的。大部分的乾隆珐琅彩的款温度都稍微高，所以呢会颜色笔划不是很漂亮的，没雍正那么漂亮。这个也是个特点来的。很多珐琅彩的蓝色，我们用放大镜看的时候呢，会有点气泡的，会稍糊的。如果是晚清或者是民国仿珐琅彩的时候，是很均匀的，露粉也非常漂亮的，就不会烧糊了这样子。这个也是我们看珐琅彩的一个特征曾经在香港75年拍完了之后，85年在香港也拍过一次，但是那个呢我们查不到那个记录，一直到05年，1500万破清代官窑的记录。说珐琅彩，目前，我夸口的说一下，过我手的进出买卖，上拍也好或者是交流也好，过我手也就是那个5、7件、8、10件左右。但是呢，很多藏家呢，我手里有50件的，80件的，我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，当年呢放在哪个山上的一个洞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收藏的过程当中呢，
大家呢切记我一句话啊，就千万不能听故事。好多现在还寻迷在故事当中，现在还有，而且呢，你怎么去跟他聊，跟他那个什么都不会醒的，执迷不悟。那我希望呢，借着我们有任何的朋友啊，任何机会啊，都一个传10个，10个传100个，这样传播出去。因为这个误区实在在内地啊，在大陆啊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，所以我们是有责任去传播这个好的事情。那么这个是05年的交易的一个照片啊，就是交收的一个照片。当时呢，因为很大的一件事情，那么全香港18张报纸啊，17张头条都报道这个珐琅彩的瓶子。然后呢，交收之后呢，苏富比呢还派了押钞车把这个瓶子就苏富比送来我们店里。那么它都有保险嘛，然后呢前后好像那个护送那个总统一样。这个瓶子还有个小故事，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听啊？它牵涉一个抵押的一个事情，那我从来没有说过，也从来没跟别人说过这个事情。买了之后2周啊，我们当然有协议哈，我们买了之后1个月付多少钱，第2个月付多少钱，这个可以谈的啊。第2周之后，苏富比呢就打个电话给我，就是他了，他当时是苏富比的头，然后他就跟我说有一件特别的一个事情，我今天收到法庭的一封信，就禁止苏富比交易。哇，那还得了？喂，我在你拍卖公司公开拍的不，公开举手买到的不，你现在说不能交易，那我说什么原因呢？他说现在变成了2个爸爸，2个人承认是这个物主，那么为什么法庭会接受呢？那就是说上拍的是一个人，去告法庭的又是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他有证明，这个瓶子当时是我的，就是1975年的买进来的单子。后来他们2家真的要打官司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原有的那个人75年的那个买家，在80年代的时候，他刚才我不是说了一下，80年代我查不到那个资料，就在80年代的时候，这个瓶子押给另外一个，就是后期上拍的姓陈的一个本主，80年代就押给他，80年代押给他，一直到2015年，他这个25年吧，他没给过利息。那么25年在这个姓陈的手里，他肯定以为是他自己的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也带出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以后有人问你借钱抵押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写清楚了，好吧？利息你几时不给了，就咔嚓了，就归我了，就上当，对不对？上当铺一样。那我想出一个问题，就跟苏富比谈，我说他们2个都是等钱用，对不对？不是要瓶，他们是要钱，那就这样子啊，我们先付钱，钱存在苏富比的律师楼，你们该怎么打怎么打，我们按正常的交易交割这样子。哎，这个是个问题。那么苏富比呢就跟这2个人谈，谈判完了之后，行 OK， 钱我们2个都不收，存在律师楼，存在法庭，等这两个人打完官司之后，我们再结算。最后3个月之后我们就交易了。最后还是本主赢，对，75年的本主赢，但是他要赔相当大的一个利息，算银行利息，对，应该折换也很多千万，这个是公道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下次继续再说。